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吧？除非我死，否则你休想！你以为我不敢？你们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撤。哎呀，和大汉的高手过招，果然有点意思。不过怀护卫，下次可要记得把衣服穿好了再打。走了。打扰公主了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过段时间就要发议政。不，其实他是个聪明人。对不起啊，怀大哥，我替那个疯子给你道歉了。公主，别这么说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恶意的。他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公主不必多问了，人生如棋，各自走好各自的那一步就够了。不是自己的，不多想，不想也就没有烦恼了。阿彩，来了。你伤得厉不厉害？我帮你上点药吧。公主，不必了。小伤，不厉害。不管伤成什么样子，总要上一些药膏才是。公主，不劳烦你操心了。怀大哥，让我看看。公主，真的没事。属下告退。你把药给他送过去。好，你放心吧。我乌孙上承天命，至今100有余年，所赖皇天佑护，军民一心，风调雨顺。今北有匈奴，东临汉庭，轻易盟好，永结安宁。国之习俗，以上为尊，须敬天地；以长为尊，须孝父母；以左为尊，须明大小。希冀左右夫人互敬互爱，母仪国邦。匈奴韩国右谷李王之女胡姑，貌美体健，英气勃发，封左夫人。大汉天朝公主解忧，端庄贤良，温婉和蔼，封右夫人。姑才博德浅，蒙上天眷爱，有邦不弃，竟得此2位佳偶，不胜感激。唯愿夫妇同心，泽爱族邦，何乐不享？坤敏英明。你去挑几样贵重的东西，给大汉公主那边拿去，就说是我送她的贺礼。喂，左夫人那边也一样吗？啊，她那边就不必管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胡姑送来那2只人参，你也分1只给解忧拿去吧。啊，恕老奴多嘴。当日解忧也在场，如此这样，您觉得合适吗？他若是个明白人，便会知道我的意思。去吧。解忧，太后送你这个人参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她想安慰我们一下？上来。阿彩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戏班子的时候，生活的无忧无虑的，自由自在的，多好啊！就是那个时候，咱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猜谁的心思吧？现在不一样了，
我想太后送我这颗人参，是想告诉我，虽然我是右夫人，但是我和左夫人胡姑一样尊贵。她是想平衡一下，看一方得势，她就站到另外一方。哼，那也太小看我解忧了吧？嘘，人心怎么可能用人参来收买呢？真累啊！解忧，夫人深夜未眠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解忧有一事不明，想跟昆明当面请教。哦，好啊，说来听听。3个月前，你派使者去长安面见皇上，说细君夫人亡故，国不可一日无母。皇上念君情真赤诚，所以怕我前来和亲。谁知道胡姑比你先到，是吗？我说夫人，我堂堂乌孙之主，难道只能有夫人一个女人吗？解忧不敢独享昆明一人欢宠，只是言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既然先向大汉求亲，怎么可以先跟别人成亲呢？那不是因为你没到吗？所以那天我只能娶了胡姑。要怪的话，只能怪你自己了。结婚又不是赛马，谁先到谁先得。既然如此，还要婚约有何意义？纵使奸贤，不改初衷，才是盟约的本意。哎，好了，咱们今天先不聊这个行吗？大婚之日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你为何还要纠缠呢？解忧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，只是深系国族荣辱，不可退让。你昆明，请你收回今日册封。我乃大汉和亲公主，怎可屈尊他人之下？放肆！公主莫非欺我乌孙国小，不敢动你这大汉公主吗？那你是欺我远离故土，要杀我这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吗？那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你这条命，还是要左夫人之命？可以都要吗？姑要说不给呢？那我就自行了断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拿来！宫里宫外，你们没一个让姑省心的，不是想威胁我，就是想勒索我。你想要名分，他要权势。要不这样吧，姑把整个乌孙都让给你们，啊？解忧，我问你，你真的那么想当这个左夫人吗？对。那你说说，你从未行过夫人之事，有何颜面，要这夫人之名？说。翁归将军，这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这是一支汉人曲子，叫做《幽兰》。幽兰，好美啊！难怪吹得这么动听。
是在思念哪个比塔娜还要漂亮的姑娘吧？哼，傻丫头，哪有什么比你还漂亮的姑娘？哼，少逗我。塔娜是不知道翁归将军在思念着谁，不过塔娜知道，如果有人这么思念我，我死了也甘心。傻丫头，别想多了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碰到这么一个人的。早点睡吧。他们都说您是浪荡公子，每隔几日便来塔娜这里休息。可是他们都不知道，您从未上过我的床。塔娜不明白，您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也许是时候该离开了。左夫人宫里张灯结彩，人人喜气洋洋，热闹了好久。常山西侯那儿呢？一切如常。他们之间有没有勾结？没有。看来最近他们不会再往这儿派刺客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右夫人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说下想起一事。前晚，翁将军来过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来好笑，翁将军那晚喝多了，去找那个汉朝大将比剑，二人一通乱战。哦，那谁赢了？自然是翁将军赢了，还把对手脖子都刺破了。右夫人没管管？右夫人听见动静之后，叫骂着就出来，谁知道翁将军跑得更快，右夫人还没到他的面前，就早已不见踪影了。我这个弟弟啊，从小到大就爱胡闹。别管他了。哦，对了，左夫人那边也盯紧了，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彻查。属下明白。把右夫人那儿的人都撤了吧，也该让你的人歇歇了。我等誓死效忠昆弥，不怕辛苦。不用了，左夫人现在春风得意，不会再加害右夫人了。你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。昆弥真是用心良苦。我这一份用心，恐怕也只有你能明白。好了，太晚了，你回去吧。喂。夫人，有劳夫人了。
初来乍到，有很多规矩都不懂，所以你不要生我的气。昨日我顶撞你。好了，不必再说了，全都过去了。昆明，翁归殿下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吧。那我……哎，你去哪儿？坐下，帮我倒杯水。解由先行告退。哎，坐下吧。王兄和右夫人这一大早上就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，简直是羡煞旁人了。你呀，夜夜笙歌才叫人羡慕呢。王兄姐别开我玩笑了，我就是夜夜笙歌腻了，来向王兄你讨个差事。哦，想做什么差事？我想远去边境，为乌孙戍边守疆。你有这个志向，当然好了。不过，作为乌孙王族，突然出现在边境，会让邻邦猜忌啊，不妥呀。王兄，哎，别说了，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下了。一旦边境有战事，大将之位非你莫属。谢谢王兄。哎，你先坐下，正好有另外一件差事，我要让你去做。王兄，请说。大汉送亲团近日就要离开乌孙了，你去帮我送送他们，顺便清点一下回礼。是。加油啊！好，你也一块去吧。孤人远去，离愁多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文贵，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。请王兄放心。昆明，这么晚来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件事我想问问你。何事？你一个汉人女子，身上怎么会有我乌孙的佩刀呢？那日，解忧遭歹人绑架，温归前来保护，他怕我没有东西防身，就把这把匕首交给了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更应该好好保管才是。不过，以后保护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时候不早了，就寝吧。说话。你看眼前这片景色多美啊！上苍为我们创造了如此的美景，还有什么是不能满足的？你要记着，在这片草原上面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自由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什么心事，不用憋着。以前我总是不明白，这世间为何有你这样的男子，大大咧咧、马马虎虎，什么都不怕。直到来到这片草原上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和这片草原是一样的。你这是在夸我呢，还是在骂我呀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愿意自由，我会放弃这一切带你走。我已经嫁给你哥哥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嫂子。谁呀？若是能找到翁归，问一问，也许还能知道更多宫里的事情。要不，我去帮你问问翁归殿下。怀大哥不是说了吗？根本找不着他人。你还真信他呀？被他骗了都不止一回了。哼，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应夫人，汉商冯辽求见。冯辽参见公主。冯辽，啊！快进来。冯大有钱人，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？陆虎母呢，命人采办了一些野生雅草，我给她送货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听说昆弥让你做了右夫人，你可真会聊天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阿才，去倒水。我去倒水。昆弥的安排，自然有他的道理吧。几日不见，公主似乎成熟了挺多。其实我本是个不认命的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被选为和亲公主之后，突然变得越来越软弱了。这是好事儿。好事儿？说明公主成熟了，懂事了，长大了。公主，你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吗？每天都在习惯，每天也都不习惯。怎么了？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彷徨。我老觉得
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，老觉得有人跟着我。啊，有这种事儿啊？昨夜那个人似乎又来了，我跟出去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不过那个人留下一样东西给我，你看。这是细菌公主之物。什么？3年前我亲手采办的，绝对没错。如果这只簪子真是细菌公主的，为什么会在这个神秘人手里？那她留给我，又是什么意思？3个月前，我听说细菌公主死得蹊跷。天哪，那会不会是细菌公主的鬼魂回来了？细菌公主是上一任大汉的和亲公主，就算是鬼魂，也算是我的姐妹，不必害怕。是不是还没有祭拜过？哦，完了，一定是细菌公主怪罪我们了。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拜她，怎么办啊？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也不迟啊，现在去。公主，属下觉得咱们这么擅自出宫去祭拜细菌公主，实在不妥。有何不妥啊？公主，我知道我这么说你肯定不高兴，可这是属下的职责。怀大哥，不要总把我当孩子。我没有，我是昆明。拜见拜见昆明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昆明。最近，右夫人寝食不安，身体不适，想去祭拜一下。祭拜谁？去细菌公主。昆明，此事决定突然，没来得及向昆明请示，请昆明恕罪。昆明，这是属下的主意，只是希望右夫人能够早日把身体养好，替昆明诞下子嗣。如有不妥和得罪的地方，还请昆明恕罪。早去早回。上。走吧。公主，这就是细菌公主之墓。细菌姐姐在上，姐由今日前来祭拜姐姐，望姐姐在天之灵保佑姐由化险为夷，平安无事，保佑乌孙和大汉同心同德，永结联盟。阿彩，走吧。谁？
谁在哭？你听错了吧，公主？我们赶紧走吧。我也听见了。先别说话，我们分头去找。都找遍了，确实没有人。姐姐，解忧先行告退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姐姐若是在天有灵，听见妹妹所言，若是有什么冤屈，尽可托梦给我。 我一定为你鸣冤。解忧，我们早点回宫吧。阿彩，阿彩，来了。 方姑娘，为何从墓地回来之后，我更加心神不宁？是因为那奇怪的哭声吗？这一路我一直在想，这神秘人为什么会留下细菌公主的簪子给我？留下簪子的人，肯定在暗示什么？暗示着什么呢？后宫不比其他地方。 每个人笑脸迎人，其实啊，暗藏杀机。别看这个簪子表面华美，也许是个杀人利器。杀人利器？细菌公主的簪子代表着细菌公主，而细菌公主的死因又格外的蹊跷。我行商这么多年，也听过不少传闻，说细菌公主死的时候怀有身孕，连昆弥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，她都说不出话来。 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！解忧，你可得当心点儿。这后宫处处明争暗斗，为的都是争宠二字。我若不争宠，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可我若真的不争宠，这大汉和乌孙的联姻又失去了意义。我到底应该自保，还是应该完成我的使命？细菌公主一定是选择了后者。 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。昆弥驾到！昆弥，昆弥，今日解忧去细菌公主之墓祭奠，我想问问昆弥，莫要跟姑提细菌之事。解忧有一事不明。我让你别提细菌之事，你听不懂吗？解忧知错，这事儿不怪你。姑曾经下令，乌孙上下不准任何人提细菌之事。今晚夫人，你就先自己睡吧。
偌大的乌孙竟找不到可以交心的知己，所谓的夫君也还恋着旧人。或许只有他能告诉我细君的故事。昆明，大元密使送来急函。 大元的主战派一听说我跟匈奴和大汉和亲，就蠢蠢欲动，在边境增加了10万兵力。那这不正是把翁归将军派去戍边的大好时机吗？不行，派他去戍边，就是把兵权交给他。把兵权交给他只是表面，但其实质是指他到边关远离都城。他离都城越远，离皇位就越远。 翁归将军已经待坐塔纳房中1个多时辰了，究竟在想什么心事啊？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得到。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，是我翁归的福气。我哪算什么红颜知己啊？顶多是在翁归将军闷闷不乐之时，提供一个清静的场所罢了。 红颜知己嘛，应该是可望而不可求，可遇而不可及的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啊，旧伤。哎呀，这最痛的和最难愈合的就是旧伤了。翁归将军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 这天明，我就要走了。你哪次不是天明就走啊？哼，这次只怕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。去哪里？戍边。戍边？你旧伤还未愈，就要去戍边？戍边是因为有比旧伤还重的伤。哼，就是为了去疗伤才去戍边的。 那为何走得这样急？昆明的旨意下了，其实我早就该走。我这一走啊，大家都省心了。可是我会想你的。阿彩姑娘，我家将军。 一大早就远去戍边了，不知你有何要事？戍边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殿下走了有多久了？大概1个多时辰。1个多时辰啊！谢谢小屋，阿彩告辞了。阿彩，这解忧她怎么了？公主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是我自作主张，听说昆明派殿下去戍边，所以特意赶来送行的。难为你有心，多谢了。
你家公主她……公主慵懒，出宫又多有不便，所以叫我来代替她以表心意。阿彩，从今往后，公主要拜托你好生照顾了，多谢了。照顾公主本来就是阿彩的分内事，将军又何必多礼呢？你家解忧公主她安好，我才安心吧。要是公主也能对殿下有如此用心就好。阿彩，你要知道，从今往后，解忧是乌孙的堂堂右夫人。可是谁都知道，殿下之心所属正是我们家公主。难道你们赴乌孙途中双双消失？你身为公主的贴身侍女，应该知道什么话当讲，什么话不当讲。今日之事，言之于此。殿下，早点回去吧。就！公主可以用晚膳了。阿彩，今天一整天都不见你人影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去看戏了。出宫看戏吗？听左夫人的侍女说，都城来了一个汉人的戏班，我没忍住就出去看了。你最好别再这样了，至少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！左夫人的侍女，传到左夫人耳朵里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好了好了，阿彩知道错了。你是又要教训我吗？阿彩，你坐下。阿彩，我们俩从小一起在戏班子里长大，情同姐妹，对吗？所以在乌孙，你也是我唯一的依靠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为什么刚才你跟我说话的时候，让我感觉到你心生厌恶？公主多虑了，阿彩不敢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叫我公主，还是叫公主吧。现在越叫越顺口了。公主赶紧用晚膳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你怎么了？最近怎么变得怪怪的？阿彩没有变，是公主变了。阿彩告退。等你很久了，是等我送你上西天吗？死到临头还有心情开玩笑？1对1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决斗？就凭你？
你是真活得不耐烦了？废话少说，这次决斗跟匈奴无孙没关系，是我们2个男人之间的事儿。来啊！你输了。保护将军！保护将军！保护将军！我一律从不趁人之危。今日你有伤在身，放你一马。他日战场相见，必取你性命。公主，我又看到那个人了。还是那个神秘人，他又来了。谁啊？谁？我去。谁啊？没想到是我吧？吓死我了你！吓什么吓呀？大白天的。啊！我刚才跟公主又看见那个神秘人了，还以为是你呢。公主，看来你击败完那个细菌公主，她的魂魄还是来缠着你啊！哎呀，你少吓唬我了！我都告诉她了，有时候托梦给我，她才不会像你这样呢，装神弄鬼吓唬我。就是，公主啊，你别在意那个神秘人了，你越在意他，他就越来吓唬你。等你不关注他的时候，他就出现啦。说的也是，公主，这次我来是要告诉你太后病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啊？
病了？啊？不知道啊。那我明日一早便去吧。嗯。解忧给太后请安，太后万安。哎，免礼免礼，快赐座。谢太后。太后身体抱恙，有人竟然不闻不问。太后卧床3日才来，难道这就是大汉重阳的孝道？姐姐说的对，解忧知错，请太后恕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我是疼痛难忍，所以也不愿意见人。听闻太后患的是风湿，所以解忧特意请大汉的国医，想用汉医替太后分忧，减轻太后的痛苦。大汉的国医，难得妹妹有心呢。太后要不要传唤？我用的太医已经跟了我几10年，都很难医治我这风湿的顽疾。大汉能有什么神医？乌孙虽是小国，但国医的医术也不输汉医。太后误解了，解忧的意思不是怀疑乌孙国医的医术，也并非诋毁乌孙国医对太后的忠心，只是恳请太后试一下汉医。太后长期使用一种药方，体内难免形成相斥之力。也许换一种药方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你的意思太后都明白，可是太后的意思你好像不太明白。请左夫人赐教。太后的意思是我们不相信汉医。左夫人真是聪明啊，才来乌孙半个多月，已经会揣测太后的心思了。难怪太后这一病，后宫就只听左夫人传圣旨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时候假传圣旨了？左夫人息怒，太后身体抱恙，需要静养。你这么孝顺，不应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2个都不要再争了，退下，都退下。喂。太后，随解忧入嫁乌孙的国医叫易硕，是汉帝钦点的大汉第1女国医。由此可见，汉帝对易硕的信任。按大汉的传统，医术向来传男不传女，此人却被封为国医，可见医术高明。解忧的心意，我自然是明白，但我从来不看汉医，你也就退下吧。烦请太后斟酌。今天又让那个胡姑占了上风，真是气人。好了，图一时口舌之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解忧，你总是这样，以后吃亏的肯定是你。好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吃亏是福，所以呢，亏吃的越多，对我越好。嘿，你是谁啊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把进贡给皇太后的药材给撒了。药材？阿才，你去问问易硕，咱们有没有这样的药材，速去速回。嗯，好。谢谢夫人。不用害怕，要是我们有的话，你就拿去用好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左夫人还是右夫人啊？我是右夫人，解忧。你就是大汉来的解忧公主啊！我常听我哥说起你。你哥哥？哦，我哥哥是常山西侯，就是他和小苍狼把你接来乌孙的。你是常山西侯的妹妹？嗯，我叫阿依娜。哦，那小苍狼又是谁啊？小苍狼就是翁归将军。翁归？为什么叫小苍狼啊？我从小就这么叫他。你们从小就认识？嗯，按你们的话说，应该算是青梅竹马吧。可是吧，我哥不太喜欢他。是吗？我哥也不太喜欢你。不喜欢我？他说你性格古怪，阴险多疑。反正吧，他把你接来之后，说了你好多坏话。哦，你哥哥这么讨厌我啊？可我不讨厌你啊。反正吧，我从小就跟他唱反调，
他讨厌打我都喜欢。那你也喜欢小苍狼吗？小苍狼整天出去沾花惹草，我才不稀罕他。那你知道小苍狼在哪儿吗？他被昆迷派去戍边了。戍边？很远吗？都走了2天了。公主，这种药材咱们有，医硕说是治疗风湿的珍贵药材。太好了，快带阿依拉去拿。阿依拉，阿依拉，去吧。多谢右夫人。走吧。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什么？她是常山西侯的妹妹？那你还把咱们的药送给她？你知不知道那个药材有多珍贵啊？她是她妹妹，又不是常山西侯。再说，就算是常山西侯，我们也不能不救人于危难之中啊。解忧，你总是这样。常山西侯来迎亲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他不是个省油的灯。进宫之后，他果然是亲匈奴的那一派吧？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要知道，在后宫树敌可是下策，要是能化敌为友，对我们岂不是更好？在皇宫的时候，皇上就派最有学问的大臣教你礼仪诗书，你不是说听不懂，就是学不会，好嘛？现在倒说的文绉绉的一坨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一国一道，快请他进来。国医易硕拜见公主殿下。快起来。谢公主。坐。今天我去给太后请安，我想用针灸治好她的风湿顽疾，可是太后好像不太相信汉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让她试一试你的医术？治病易治，人心难改。什么意思？要想治好太后的风湿病，最佳疗法就是针灸。但我听说太后最害怕针灸，因为2年前细菌公主带来的医官用针灸治死了国舅，此事成为一块心病。宋国医真的治死了国舅？此事也很蹊跷，宋医官也被处死了，但我看了他留下的资料，并没什么不妥。如果有人要陷害宋医官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是此事久远，已无从考究。眼下最要紧的事情，还是要消除太后对针灸的偏见。公主说的对，但这很不容易。易硕，我想学针灸。公主慎重，针灸不易学，而且要付出太多代价。你是开国以来悬壶济世的第一女国医，你付出的代价，难道比我学针灸要少吗？一说是民女，公主却是金枝玉叶。什么金枝玉叶呀？我们以前都是跑江湖的，同为女儿身，你可以成为第一女御医，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第一个会医术的和亲公主呢？事在人为嘛。那最短时间内学成，必须要拿自己试针。拿自己试针，我不怕，只要能学成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喂，一说这就去准备医书。公主告退。解忧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乌孙的雨季是不是快到了？也不知道乌孙的雨季是不是和我们关内的雨季一样，让人忧伤啊。来，慢点，将军。
将军伤得这么重，突遭匈奴大将义律，两人执意决斗，谁知牵动了将军的旧伤。啊，快卸甲疗伤吧。别动！哎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呢？下手那么重！你再说一次！将军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进针的时候，用左手固定，然后用右手这样将针刺入，就像我这样。夫人，常山西侯的妹妹阿依腊求见。她怎么来了？不会是又问咱们要什么名贵的药材进贡给太后吧？就算是，那也不能避之不见呀。好人都让她做了。好了，别那么小气啊！快让她进来吧。阿依腊，快来。拜见右夫人。坐下。怎么，右夫人病了？啊。阿彩姑娘是怕我把右夫人偷学针灸的事儿说出去吧？你真是个小机灵鬼，骗不了你啊！我知道右夫人一定是想偷偷的给太后一个惊喜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那你发誓？发誓。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还知道汉医的针灸。我是跟熹君公主学的。你见过熹君公主？我还问她借了好多汉书呢，可惜还有好几本没有看完，她就走了。她还送了我一幅字，是她自己写的《悲愁歌》。悲愁歌，你记得歌词吗？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穷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烙为浆。居长土司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好凄凉。右夫人可千万别说出去，我怕被昆明知道了会不高兴。昆明不知道他的女人内心很愁苦吗？我觉得吧，他就算是知道，也会装作不知道。你平时也看汉书吗？我还偷偷学过汉医。我以前用汉医治好过母亲的风寒。若是乌孙多些像这样的姑娘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你哥哥也像你这样，就可以劝一劝太后了。我哥哥，其实吧，我哥哥没他们说的那么差。他们是谁？就是小苍狼他们。看来阿依腊是一个帮哥哥的好妹妹。才不是呢，我这每天不气他一下，就好像一天没过完似的。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跟我来。哎，咱们也去吧。你看，啊，西极马，喜欢吗？我养的西极马。喜欢。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皇上作诗赞美的就是这西极马。送你了。送给我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怎么好意思啊？因为你当时把珍贵的药材送给我了呀，免了我被哥哥责罚。
当时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，回去想了想，觉得送给你我们乌孙的西吉马最合适了。你这小丫头心思真是细密，谢谢你，我收下了。阿才、易硕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带他熟悉一下我的宫殿。真是匹好马。他这是哪儿学的功夫啊？皇上教的。你们大汉的皇上还有这本事？走吧，驾！哎，冯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吗？左夫人在宫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你让汉医给太后治病是想借机毒害她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刚才送医料的时候听他们议论的，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。昆明应该不会相信的。昆明有令，从今日起，右夫人搬出寝宫，住木塔长道。木塔长道？木塔长道在哪儿啊？在都城北山后面。都城的北山，冷宫。华殿上，怎么了？公主出事了。什么？阿才，你看这天是不是要下雨啊？看来我们是躲不过这场雨了。这乌孙的雨季果然是来了。独孤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。这女人真是可恶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公主这次趟的是浑水，跟昆明肯定解释不清，看来只能依靠大汉来威慑昆明了。可是昆明最恨的就是被要挟，这么做合适吗？公主即将人头落地，救人要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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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忧叩见昆明。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？知道，因为昆明听信了谗言，以为我要杀太后。太医说，太后是因为服用了阿依腊进贡来的温补药材才会发病的。阿依腊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她从不会撒谎。她说这些药材是你给的，是事实吗？是事实。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药材原本是没有问题的，也许太后在服用药材的时候，同时进补了一些相冲的药材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是怀疑太后用了20-30年的太医有问题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乌孙虽小，但赏罚分明，尤其是后宫，更加严苛。如果解忧有意而为之，我甘愿受罚。可是此事蹊跷，还望昆明明察秋毫。不用查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太后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是弑母之罪，到时候就要把你斩首示众，以儆后人。自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。
明明就不是我做的，查都不用查，就给我定罪了。解忧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等死。小小乌孙，成婚不到1月，就把大汉公主打入冷宫，岂有此理！传我的命令，整兵3万，挺进玉门关，随时待战，以防公主不测。大人，此事要不要先上奏皇上？我会找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上奏皇上。诺。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哎呦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？烦死了！怎么？才3天你就受不了了？你不觉得吗？这儿有这儿的清静。只有你会这么想吧？这可是冷宫啊！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，只有你和我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且我可以潜心的学习针灸。解忧，冷宫潮湿，把衣服穿上吧。还是阿彩对我好。你呀，也就是你才能想出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。都怪那个阿依啦！你要是早听我的，就不会到现在这样了。不能怪他，你还帮着他说话。阿彩，看人要看人的好处，要都像你这样的话，还怎么交朋友？以后你还敢相信谁呀？是，就你善良，就你懂得多，吃亏的永远都是你。吃亏是福。右夫人，右夫人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问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汤药里动了手脚。右夫人，对不起，右夫人，让您受苦了。没关系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用迷香把门口的守卫给弄晕了，估计他们1个时辰之后才能醒来。我们赶紧逃吧！哎，坐下。我们肯定不能逃。如果这个时候逃走了，岂不是我们承认做错了事情？我要昆明自己把我放出去，还要给我道歉。道歉？解忧，你疯了！昆明怎么会跟你道歉呢？没有做错事情就是没有做错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右夫人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有啊有啊，你说。你帮我跟易硕要几本医书过来，好吗？这个简单。还有呢？右夫人，其实我心里愧疚得很。没什么好愧疚的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好太后的风湿顽疾，让她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，昆明就能信任我了。那右夫人，我现在就去找易硕拿医书。先告退了。你真的相信他会帮咱们吗？我宁可相信啊。太后的疼痛减轻些没有？的确是好多了。看来我父王的药确有奇效。不过，御医吩咐此草药的药力很猛，年轻人还可以，像我这年纪，最好不要连服3日。御医说的是。前几日，大渊给我父王进贡了延年益寿的仙草，我父王让我献给太后。有劳单于还想着我。匈奴乌孙本是一家。太后，昆明来看您了。哦，让他进来。母后，拜见昆明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哦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赐座。母后今日气色不错，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疼痛缓解了，睡眠自然就好了点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把右夫人押到木塔长道去了。是，这次孤必须惩罚右夫人，以儆后人。解忧虽然有过失，但也不至于用极刑。惹恼了大汉，
对我乌孙并无好处，莫要自找麻烦。是。太后宽厚仁爱，虎姑敬佩不已。可是右夫人恃宠而骄，一向轻蔑乌孙，还有谋害太后之嫌。难道太后这都要忍？我身为乌孙皇太后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，而不能为图一己之快，解一己之恨，谋一己之利，而做出伤害我乌孙百姓的事情。你也要记住这些。你身为左夫人，乃乌孙国母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。是太后。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出去。左夫人，太后不治那个贱人的罪。小侯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小侯认为，左夫人需要再忍耐些时候。你懂什么叫此消彼长吗？再忍下去，我左夫人的名号都要让给他了。小侯明白，但是夫人现在急不得。咱们现在确实拿解忧没办法，咱总不能给太后下毒吧？下毒？好啊。哎，左夫人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话一出口已经大逆不道了，怕什么？给太后下毒，栽赃给解忧。太后死，昆明圣怒，必然处死解忧。乌孙国丧，大汉记仇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完美？左夫人，小侯该死，这事儿万万使不得，请左夫人三思啊！起来！成大事者，岂能瞻前顾后？常山，在。你已经下不了船了，该怎么做，自己清楚。你是谁？你不是宫里打杂的宫女吗？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过话，你是哑巴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西女，细君公主的簪子，是不是你给我的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昆离驾到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解忧给昆明请安。乌苏雨季寒冷，怕着凉，保重身体。谢昆明关心。这是太后让我给你带的话。谢太后关心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嗯，真的没有了。啊！怎么了？
为了能让太后早日摆脱风湿顽疾，我用自己施针，只是为了让太后相信我们大汉的医术，对她的风湿疼痛有疗效。我绝无加害之心，请坤弥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让太后相信我汉医针灸的疗效。我本来是不相信你们大汉的针灸之术的，不过你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倒要看看你大汉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神奇。一定不会让太后和坤弥失望的。我倒要看看你大汉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神奇。一定不会让太后和坤弥失望的。坤弥，天冷了，注意保暖，早点休息。把门关上。喂。西女，西女，西女。太好了，阿依拉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小事一桩，右夫人，你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你记不记得一个叫西女的婢女？西女，是细君公主的贴身婢女吗？我知道她，可是自从细君公主病逝之后，她就不见了。
有人说她是被细菌公主的灵魂带走了，也有人说她是自杀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要先走了，那你自己多保重。哎，这里有一封信，你帮我给怀将军。好，告诉他我在这儿挺好的，不用担心。昆明很快就把我放出去了。好，右夫人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阿依拉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也送出去吧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要好好保重。阿彩，是给班主写的信吗？是啊，总得让班主知道我们过得怎么样嘛。好想他们呀。傻瓜。这些钱，二位大哥拿着买酒喝。哦。他写信给翁归干什么？这草原上的雨季就要到了，记得提醒兄弟们注意保暖，切莫染上风寒。喂，将军，杜胜来信。山风蚀的烟火，换你一次长意的交错。当夜绿了，岁月的长河，我还要等着你来找我。花开不见解忧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会保护你，一定会保护你。若是一片深情不敌飘扬的黄河，许我孤身一人享受繁华。许我孤身一人享受。阿彩，今天的妆容一定要精致一些，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解忧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要是太后不信你，不让你扎针，可怎么办呀？我想办法说服她。若是太后没有被你说服呢？哎呀，你别老说这些丧气的话。你想在这冷宫里住一辈子啊？我当然不想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能出去。那你就别若是若是的了，真忍不住要说你就说。若是这次成功了，昆明接我们回宫，吃点什么好吃的呢？你呀，你就是不知道愁。那要不然呢？你想吃什么好吃的？芙蓉糕，我也想吃。好吧，那我赶紧帮你梳妆，咱们过去吧。
解忧给昆弥太后请安。汉仪观一硕给太后昆弥请安。右夫人，今天让你给太后施针，是太后赐给你的天大恩宠，你可知福？解忧知福，所以解忧愿冒死一试，定为太后治好风湿顽疾。快起来吧，站着说话就可以。谢太后。我本不相信大汉的国医，更不信针灸之术，这你可知？解忧知道。可我听昆弥说，你为了让我相信针灸的神奇功效，拿自己试针，我方被感动。多谢昆弥美言。解忧一心想治好太后的顽疾，让太后今后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那我就试试。多谢太后信任，解忧不会让太后失望的。且慢。胡
胡姑叩见太后昆弥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太后。听说今日右夫人要给太后针灸，吓得胡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胡姑，给太后试针的事是我允许的，你突然来，是有疑义吗？胡姑不敢，只是心系太后，担心针灸不能治愈太后，反而引来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？恕胡姑直言，针灸在匈奴被视为巫术，是父王单于严令禁止的。针灸不是巫术。那右夫人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就证明针灸不是巫术？用我自己。云古特夫人求见。今天正好，几位夫人都到齐了，也见证一下大汉神奇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厉害。虽然之前我乌孙并不相信针灸，也有不少人死于针灸，我等视其为巫术，但如今大汉公主远嫁到我乌孙，带来了针灸之术，认定其并非巫术。今天就让我这把老骨头亲自试一试，也算是死前为我乌孙尽一点微薄之力吧。母后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太后万福千安。云古特来了，快赐座。谢太后。云古特拜见昆弥。免礼。拜见左夫人、右夫人。姐姐快免礼。快坐吧。你这滑胎刚刚恢复，不要伤了身子。这都是自家人了，不用这么多礼。两位夫人的新婚大典，云古特由于滑胎休养都没有前去，还望两位夫人恕罪。姐姐这是哪里的话？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？姐姐身体安康要紧。多谢左夫人。我听闻太后近日旧疾复发，已经卧床多日了。云古特由于滑胎之事，身体欠安，所以也不敢前来打扰。姐姐不必自责，太后宽厚仁爱，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倒是姐姐要多注意身体，以后要是再滑胎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听我说，左夫人是匈奴人，话说的直，不太中听，但是也不一定没有道理。你呀，这身子骨也真是不争气，入宫多年，数次滑胎，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怀上龙种，真是让人忧心呐。母后，解忧还要给您施针呢。让解忧上前来。好。太后，这是随我入嫁乌孙的国医易硕，也是我的医师，是他传授我针灸之道。太后不必惊慌，这些都是针灸的器具。来，我先给您把脉。太后可是这只腿疼啊？等一下，我会在你的足三里和三阴交的穴位下针。下针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，犹如蚊虫叮咬。不过太后不必惊慌，放松就好。哦。
下针之后，其实并无疼痛，不知太后有否感知？果真如此，好像疼痛的感觉减轻了一些。我再下一针。不疼吧？纳和雅在，给我拿杯水来。是。进补的汤药，太后可以继续进补。针灸和服药并不冲突。每天早晚2次针灸，每次针灸我会留针半个时辰，10天为一个疗程。相信3个疗程之后，太后的风湿疼痛定能缓解。我以为冒死试1次就可以了，没想到要60次呀。哼，太后这病不能着急，要缓治。每次针灸都能缓解你的疼痛，持之以恒，一定可以根除。言之有理。纳和雅在，赏。不必赏赐了，太后能让我为你针灸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我吴孙虽然是小国，但也是礼仪之邦，赏罚分明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应该收下。还不赶快谢恩？谢太后。这是波斯国王去年送我的红玛瑙挂珠，你作为新嫁之妇，带着红玛瑙喜庆。谢太后。解忧啊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回宫里吧。谢太后恩典。起来吧。好了，你们也都各自回寝宫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孟后真的好了？还行。哦，那就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太后？怎么了？疼。哪儿疼？腹痛难忍。快宣太医！宣太医仙骨入内。母后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，臣免礼，快给太后诊病，快！哦。怎么样？回禀昆明，太后乃中了巫术了。若3日之内没有解药，恐怕什么？恐怕太后性命难保。太医慎言，针灸乃我大汉医学之瑰宝，岂容你这样诋毁？你还在这胡言，还不向太后谢罪！太后，疼！我早就说过针灸是巫术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谋害太后！一派胡言！都给我闭嘴！太后，太后，母后！皇兄，皇兄，文贵。文贵将军，将军，文贵，你怎么了？仙骨，臣在。快看文贵怎么了？快！皇兄，我在来都城的路上遇到了匈奴兵的伏击，没事儿，各位放心，我还死不了。皇兄，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，七次三番的想置我于死地，恐怕他们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。文贵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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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了？文贵将军气血虚弱，身上有多处伤痕，肩上还有毒箭。从伤口的肤色来看，的确是匈奴军中惯用的毒液。依臣所见，文贵将军已命悬一线。
来人，在，快把翁归扶走！你刚才说太后中了巫术，可有解药？有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，只产于匈奴国，非常稀少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喂，马子，派人去寻找松蕨草，得草者可封侯爷，赏牛羊1000头。喂。左夫人，在。太后奉体欠安。这几天你在寝宫，就不要乱跑了。喂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能踏出宫门半步。虎姑遵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右夫人，你还是回木塔长道吧。侯爷，怎么样了？他没死。你们到底能干什么呀？求侯爷赐死！别脏了我的家！滚！喂。将军，您贸然率3万大军挺进边关，如何上奏皇上啊？放心吧，皇上已经准奏了。乌孙派出杀将戍边，大元也调遣重兵把关，匈奴更是步步紧逼，虎视眈眈。虽然和亲公主和昆弥已经成婚，但边境的局势依旧紧张。这个时候，皇上也是紧绷着一根弦，不敢有任何的疏忽。此时上奏请兵，挺进边关，皇上自然不会驳回奏请。但愿公主能够福大命大，化险为夷。海将军，回天沙叩见昆弥。想给你们家公主求情啊，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本来我早想把她放回去，可是没想到这次她给太后针灸，使用巫术，害得太后病情加重。如果你真想替她求情的话，别怪我不赦。昆弥，公主一心为太后，不惜拿自己示真。他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加害太后啊？汉朝10万大军现在就集结在玉门关外。如果昆弥执迷不悟，执意要杀公主的话，别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公主一旦出事，10万大军立刻挺进乌孙，
后果不言而喻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如果真被我查出太后是被你家公主所害，那我会不惜动用全国的兵力，甚至投靠匈奴，结盟大渊，也要把你们这些汉民杀个片甲不留。宋高。都给我出去！喂。夫人切莫烦躁，昆明也是一时恼怒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喂，必须拉拢温归，再不拉拢他，就要被他害死了。速速把这封信交给我父王。喂，见过侯爷。侯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信，拿来。这拿来。不要跟左夫人说见到我，明白吗？喂。第一次在戏班见到殿下的时候，他都没有伤得那么重，也不知道昆明会不会给他找太医诊治。乌森的太医能不能救活他？老天爷，你不会就这么收了他吧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你不要这么就收了他。只要你能让他活过来，你就是再下3年的雨，你再下3年的雨我都认了。我求求你，阿才，你装病出去。装病，你骗过门口的护卫出去。我现在这副模样，昆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。你出去看看温归伤得怎么样，去找怀大哥，让他想办法找人给温归救治。去找阿依拉，让他想办法救温归。阿依拉，快去，快去啊！我现在就去。来看你啊！你浑身是血的样子，吓死我了！我这还不是为了救你，笨蛋！你才笨呢，差点死在路上，还说救我。放心吧，
我死不了，你还活着呢，我哪舍得自己去死啊？还嘴硬，死不悔改。我死了，你舍得吗？不舍得。做梦吧你！阿才，殿下，你醒了。解忧呢？公主还在木塔长岛，阿才担心你，是装病才跑出来看你的。刚才就你一个人，你还看见谁了？我看见来催我命的小鬼了。殿下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能跟我开玩笑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听太医说，你这次可严重了，要是一般人肯定扛不住的。这肩上的剑伤最为致命了，幸好太医已经帮你把毒液逼出来了。要是再晚1个时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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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温归，这里呢，就是乌孙的黑市集，所有市面上罕见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得到。少废话，快去找松蕨草。松蕨草，松蕨草，不就为你的公主吗？这边，我是为了乌孙的右夫人。滚多尔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记得，我的小美人儿，今天要什么？松蕨草。昆弥下令寻找松蕨草，得草者封侯赏地，子女免役。我要是有的话，岂能卖给你？再说，现在松蕨草可是无价之宝。你到底有还是没有？这位呢，是我们大汉的将军怀天杀，他的剑瞬间能杀5个人，人称怀瞬杀。你可千万别跟他耍花招啊！你也见识过我的功夫，我都不敢惹他。你刚才说松蕨草是无价之宝，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我觉得性命才是无价之宝。滚多尔，开个价吧。你们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我倒是有一些，不过这价钱嘛……别废话，开个价吧。100两黄金。100两？不是凤良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滚多尔，出货。不是凤良，我身上没。怀大人，怎么才20两啊？
这是定金。太后如果服用后有效的话，我们会把剩下的钱都补上的。我伯娘在道上混了那么久，还能差你的？这买卖没法做，我这么金贵的草药，必须现结。你活腻歪了，要钱还是要命？要命！放心吧，如果是真货，我保证把剩下的都给你。好，回去。是。哎，哎呀，我说你们这黑市可真够黑的啊！这么点破药要100两黄金啊！少说话，快点走，走慢了可不是钱的问题啊！你们这些剑客怎么那么抠啊？奸商！确定是这个吗？正是。愣着干嘛？赶紧熬药去。喂。那海牙一块儿去。喂。母后，您放心，药一会儿就到。昆明莫记，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松蕨草，你就放心吧。啊。回禀昆明，此草药乃匈奴特产，极为稀有，而太后所种的巫术，其实是匈奴的一种毒药，只有极为稀少的松蕨草才可治愈，恕我无力。有一事一直困扰微臣，既然太后所中的毒出自匈奴，而解药也出自匈奴，那为何还要将右夫人监禁在木塔长道呢？此事孤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真相未查明之前，不管是右夫人还是左夫人，都脱不了干系。昆明，难道事已至此，真相还不明了吗？怀大人，此乃我的家事。再说大点儿，这是乌孙的国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大汉使节插手过问了？解忧，解忧，醒醒！解忧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早晨。见到他了吗？他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伤是伤得不轻，但是太医说再细心调理1个月，应该就能恢复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事的。便昆明喜报，太后服用松蕨草后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凤体尚还虚弱，还需好生调养。御医房的太医确定此毒为匈奴所有，据说在黑市上可以买到。知道了。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，恐怕他们没有什么干不出来。太后中的巫术可有解药？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，只产于匈奴国，非常稀少。既然太后所中的毒出自匈奴，而解药也出自匈奴，那为何还要将右夫人监禁在木塔长道？夫人，这几只单于又派人送来了一些迷香，据说香味撩人的很，我给您点上试试。我独守空房要这些干什么？这都是男人用的东西。昆明近几日都在谁的寝宫里待着呢？太后命悬一线，昆明哪还有那功夫啊？他天天都在太后的寝宫守着呢。昆明还真是个孝子。太后今天服用了松蕨草，
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我早知道太后会没事儿，看把坤米给吓的。太后这一病，坤米都好几日没来我这儿了。哎，夫人放心，太后现在凤体转好，坤米第一个想到的定是夫人您。叩见坤弥，坤弥千恭喜夫人，是坤弥。叩见坤弥。知道松蕨草吗？是产自你们匈奴的一种名贵药材，可以治疗一种奇毒。库苏古尔湖湖底有一种毒珊瑚，在酒液中浸泡之后，可以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素，7日之内就可以致人身亡。若3日之内不服用解药的话，之后再服也没用。这话听上去耳熟吗？虎姑愚钝，不知坤弥何意。你怎么会愚钝呢？你可是你父亲身边最聪慧的女儿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太后这次中的就是这种毒，而这毒药和解药都产自你们匈奴，就像这迷香一样，这也是你父亲刚刚给你送来的。坤弥的意思是，太后是被胡姑所害。你以为呢？刚刚坤弥也说了，胡姑聪慧，胡姑怎会用自家的毒来陷害太后？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了。来人，把左夫人押去木塔长道，听我发落。坤弥，此事绝非胡姑所为，定是有人想陷害我。是不是陷害，等事情查清楚才知道。此事关乎太后的安危，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。这段时间，你就在木塔长道好好反思吧。坤弥，夫人，您听说了吗？昨天左夫人好像被护卫押进来了。胡姑，为何？听说她要谋害太后，坤弥已经下令用宫刑责罚他们了。我刚刚听到那边又哭又嚎的，大概是已经用刑了。宫刑？哎，什么是宫刑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好可怕的。可是，既然坤弥已经定了左夫人的罪，为何还不放您回宫呢？这次坤弥真的下了狠手，两边各打40大板。谢谢你来告诉我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那你们保重，我先告辞了。嗯。没想到坤弥这次对胡姑也下了狠手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件解气的事儿。这个男人心里除了朝政，还有没有一点点爱情？嗯，你说什么解药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想见坤弥。你见我到底有什么事求啊？解忧斗胆向坤弥提出一个请求，不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想给太后针灸，如果这次太后再出事儿，我甘愿被斩首。但如果这次太后有所好转，那就说明我们的针灸不是左夫人和太医说的那样是巫术。你可真够拧的，你非得冒死一试吗？对。
母后，感觉如何？真的是好多了。我感觉浑身的气血都通畅，淤积在膝盖处的酸胀好像也没有了。每次针灸都能为你打开体内的血脉，不过一定要坚持数月方能起效。太后要有信心，也要有耐心。解忧，你和易国医先退下吧，我想先休息休息。那何雅，你去送送他们。喂。母后，真的好了吗？好多了。好。昆明，把解忧接回宫里吧。为何？上次中毒之事，绝非解忧所为。之前怪他在我温补的汤药里下毒，也是证据不足。我隐隐感觉到，可能是冤枉他了。即便没有冤枉，对他的震慑也够了。如果不依不饶，继续惩罚下去，只怕会惊动大汉王庭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免得惹怒大汉，挑起两国纷争。为我这把老骨头，真的是不值得。儿子，你就听母后的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毕竟是你的新婚之妻呀。母后放心，您说的是，孩儿立刻照办。阿彩，快要下雨了，好像是快了。我还以为乌孙这雨季要过去了呢。听这儿的人说，乌孙的雨季可长了，哪有这么快过去？右夫人留步！多久才能？右夫人，昆明请夫人回宫住。真的？昆明说今晚还要夫人侍寝，请夫人速速回宫准备。这是昆明的意思吗？公主，让他亲自来相告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公主，快去！公主。叩见昆明。昆明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以后由你来保护我。可这段时间，解忧经受的种种冤屈，就是你对我的保护吗？对不起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保护你。我曾经以为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又困惑了。你是在保护我，还是在保护你自己，或者是保护你的乌孙？保护乌孙就是保护你，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就像这乌孙的雨季一样，一开始很难熬，很让人烦闷。你会盼望着晴天，但只要你慢慢习惯，你也就不会这么想。你甚至会喜欢在这雨里面骑马散心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在心里面也就不会算计着多久这雨季才会过去。雨水和时间一样，可以把一切都冲淡。总有一天你会想明白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。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体会，这样你才能把最美的部分留下。跟我回去吧。
阿才，解忧，你醒了。昆弥呢？昆弥天刚亮就去早朝了，大概走了有1个时辰了。一会儿给太后请完安，帮我把太医传来。你病了吗？不是给我看病，是给他。太医，这些都是我从大汉带过来的珍稀药材，送给你。要是在乌孙的黑市上买，这些可是天价呢。哎呀，右夫人真是太客气了，无功不受禄，微臣实在是不好意思收下呀。的确是无功不受禄，可太医是大功臣啊，若不是你断出来太后的病需要松蕨草救治，现在她早已驾鹤西去了呢。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？诊断太后中了巫术，实属微臣愚昧，请右夫人恕罪呀。我知道你也是受人指使的，怪不得你啊！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太医，落子无悔，覆水难收，这话都说了一半了，另外一半为何要藏起来啊？今日不想说倒也无妨，改日再说也可以。这些药材你先收下，今后还有什么需要，尽可跟我开口。右夫人饶命啊！小的的确是受制于人呐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说太后中了巫术的？就是太后中毒不是胡姑干的。你想，她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用匈奴人自己的毒药去毒害太后呢？那会是谁真凶选择我在给太后针灸的时候下毒，绝非偶然。那贺雅在，给我拿杯水。是。我腹痛难忍啊！他是想一箭双雕。太后这次中的毒和解药都产自你们匈奴。虎姑怎会用自家的毒来陷害太后？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了。来人，在，把左夫人押去木塔禅道，听候发落。喂，昆明，这个想一箭双雕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因为新夫人的到来而失宠的乌孙夫人。在众乌孙夫人里面，敢下此狠手的，恐怕只有一位。这个原本用来装香粉的盒子，里面并没有残留的余香，而是有一种奇怪的草腥味儿。昆明，昆明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昆明，昆明。公主，昆明让你回宫了。为何？昆明查出下毒的真凶是云古特夫人。云古特，这下好了，公主总算一身清白了。公主。云古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把我害得有多惨。解忧以为，虽然云古特做错了事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他这么做，
完全出于他对昆弥的夫妻之爱。所以，昆弥能不能大人大量收回处死之命？右夫人所言极是。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我今天来，是为云谷特求情的。虽然他触犯王法，天理难容，但是念及他做了我10几年儿媳妇的份上，死罪就免了吧。昆弥，我乌孙有如此宽宏大量的太后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此事以后再议吧。既然太后已经开口了，解忧就不便多说了。解忧先行告退。昆弥啊，下月初10，应该是你的40大寿了吧？母后好记性啊。按理说你也是40不惑了，怎么办事还这么莽撞？孩儿不明，请母后指点。云谷特是乌孙国叔之女，地位尊贵，即便有错也不能杀，因为她是后宫唯一可以制衡解忧和胡姑的乌孙夫人。更何况，太医刚刚查出她已怀有身孕。真的？人命关天，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这确实是孩儿疏忽。虽然这之前她多次滑胎，但这一次再度怀有身孕，这也是喜事，毕竟是乌孙的大喜事。孩儿这就收回成命。真想不到，那个弱不禁风、病殃殃的乌孙夫人，为了争宠，竟然敢杀太后，真是人心叵测。这只是开始。什么开始啊？雨季。解忧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我说东你就说西啊？好吧，明天早上让怀将军帮我备马。你要出宫？对啊，我想去看温归殿下。你疯了？你刚刚回宫，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看他呢？要是被昆弥发现了，你和他都会人头不保的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你去看他呀！我不可以去看他吗？可是大白天去，就算被人撞见了，心中坦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10日前见他，他刚刚死里逃生，现在不知道康复了没有，我放心不下。要不我替你去吧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是为你好。不，我偏要自己去。好吧。太医第一次到我这儿来，这些饭菜也不知道合不合太医的胃口。哎呦，侯爷真是太客气了，太丰盛了。最近太医照顾太后实在是辛苦，太后无恙，昆弥一定大大赏你了吧？哪里哪里，微臣照顾太后那是分内之事，昆弥没有打赏。没有打赏。那可能是昆弥药物缠身，忽略了。侯爷，您不知道啊，这阵子乱得厉害呀。哦，新来的2位夫人陆续被打入冷宫了，接着是乌孙夫人云谷特被打入死牢，后来呀，太后讲情，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。我最近观察天象。东方有异彩，朱雀盘绕黑云，化为赤火，焚烧草原。此乃乌孙之凶兆。我曾多次劝昆弥，凡是从东边来的人，一定要严谨对待。可是昆弥不听，恐怕乌孙要遭受天灾人祸了。侯爷心系乌孙，
乌孙能有这样的贤德之士，那也是乌孙的大幸啊！难得太医这么懂我，昆明没有赏你，我赏你。来人，太医要是不嫌弃，收下小礼，以表敬意。这怎么使得？这怎么使得呀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微臣不敢接受啊！有什么不敢接受的呀？只要太医能为我做一件为国除奸的大事就行。仙谷一个区区太医，怎么有能力做得出除奸为国的大事呢？这件事只有太医能办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酒，是药。什么药？毒药。毒药。汉人不都是喜欢针灸吗？太后现在也开始相信他。要是太医现在还不学习针灸，早晚得被御医房免职。所以太医应该拿这个针在别人身上试试了。温归将军今日可有醒来过？回太医，温归将军前2天醒来过，但这几日又开始连续昏睡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在灶房煎了几副药，你替我去看着点火候。喂。放心，义硕一定竭尽全力医治温归将军。太医仙谷叩见右夫人。免礼。没想到太医在此多有冒昧。今日我带了大汉国医来，你们2人要通力协作，治好温归将军的病。这。乌孙和大汉的医术各有长短，还望太医放下成见，以温归将军的安危为重。夫人圣明。夫人，温归将军心气虚弱，我已给他煎药3副，待他喝下以后，定会有好转。有劳太医了。义硕，你来替将军诊断一下。喂。夫人，太医说的没错，温归将军确实气虚体弱。我会先给他最重要的3个穴位施针，稳定心脉。不只见过银针下毒，还第一次见到银针救命啊！是吗？小臣失言。太医不必惊慌。夫人，小臣已经诊治完毕，小臣先告退了。退下吧。喂。
仙谷，请留步。夫人有何吩咐？上次太后中毒一事，多亏你指点，所以我认为我和你之间应该是有一些交情的。小臣不敢。夫人抬爱。这次给温归殿下治病，你可一定要竭尽全力啊！小臣明白，请夫人放心，小臣告退了。一硕，我不放心此人，但这个人还是可以争取的，所以温归将军这次就拜托你了，一硕。公主放心，一硕一定会让温归将军醒过来。右夫人待了小半个时辰就出来了，随即回宫，再没出去。下去吧。喂。易国医操忙一下午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我家公主交代的事情，我不敢怠慢。仙谷也是受命于昆尼，也不敢怠慢呐。我施完针就好。夫人都走了，你真是尽职尽责呀。谢谢太医夸奖。温归将军醒了。大汉国医易硕叩见温归将军。将军莫动，我去把中药给您端过来。太医仙谷叩见将军。将军要是身子不舒服，您再睡一会儿吧。他来过。将军说什么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温归将军，温归将军，怎么又睡过去了呢？哦，你把中药放这儿吧，等他一会儿醒过来，我来喂他。不必了。啊，将军醒了。将军既然醒了，元气也逐渐的恢复。易硕这就回宫去，通报我家公主。等一下，仙谷，你先下去吧。喂。易硕，国医，我知道你家夫人来过，你不要告诉她我醒了，让她以后也不要来了。啊！如果昆弥知道，对她不好，照我说的去做。喂。殿下已经醒了。醒了？
可是他不让我告诉公主。为什么？公主若是再去找他，他怕引起非议。世间最伤痛的是分离，何况伤在你身，我怎能不焦虑呢？公主，易硕，来，怎么样了？温归怎么样了？殿下已经醒了。醒了？可是他不让我告诉公主。为什么？公主若是再去找他，他怕引起非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倒是很懂事。仙谷那边怎么样了？公主敏锐，仙谷医师确实有些可疑。看来我还得再给他开开窍啊。公主，你还要去温归将军那里吗？没关系，该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。到时候昆明问起我来，我也问心无愧。让你找的人去找了吗？管事的说，公主寝宫里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哑巴婢女，从来没用过。我又去问了同房的婢女，她们也说那个哑女不是管事处派来的，看她的相貌，还以为是跟着公主来乌孙的汉人呢。可她真的是西女啊。就是公主和阿依娜提到的那个细君公主的贴身侍女。对。先不想那么多了，易硕，仙谷那里你帮我盯紧一点。好，有劳你了。奇怪，今日仙谷怎么不在啊？前2天来的挺早的，今儿不知为何晚了。夫人，请稍等，想必太医这就到，小的出去迎迎。小屋，我要喝水。怎么是你呀？为何不让易硕告诉我你已经醒了？既然知道我醒了，放心就是。何必再前来？万一让王兄知道……好了，你别再说了。我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来自然有我来的理由。小心仙谷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等一下。为何要给太后施针？什么？你为何要如此冒险？你有把握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害得我从前线冒死赶回来救你。你救我？我不但自救，还查出了毒害太后的凶手。你呢？扔下戍边大任不管，奔回赤国，有勇无谋不说，害得自己一身重伤。害得昆弥差点误会。我一收到密信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，我是为了什么？我不是为了你吗？现在成了我的错。行吧，当我没说过。尤夫人，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，请回吧。我担心你的身子不顾流言至此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要任性到什么时候。这位是塔娜，这是我们的解忧公主，
乌孙的右夫人。塔娜见过右夫人。你是何人呢？在我翁归府上，自然是我翁归的女人。怎么，右夫人连这都要管？塔娜，我饿了，来喂我吃口东西。好啊，有如此貌美的女人照顾你，那我也放心了。塔娜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是小巫让我来照顾您的。我没事，也吃不下东西，先下去吧。太医莫慌，这次不行，咱们还有下次。只要他还没有痊愈，咱们就有的是机会。为人一向胆小怕事，太医真会说笑。据我了解，太医不是胆小怕事之人呐。哎，云谷特夫人不是还让你帮她？不，那件事情绝非微臣所为。微臣只听从夫人之言，谎称太后中了巫术，但投毒的事情不是微臣干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谎称太后中巫术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？云谷特夫人要想把这事儿栽赃在你头上，到时候你怎么可能洗脱得了罪名？太医是明白人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那么多黄金都被太医收入囊中，还有什么事儿是太医不敢做的？阿仔，公主运午膳了吗？也不知道今天温贵殿下跟他说了些什么，公主说什么都不吃。都怪某些人今天拦着不让我进去。公主现在这个样子，谁负责呀？公主不想吃午膳，说明她有心事。谁还没点心事啊？我和公主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像她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这里没有你们的事，都下去。喂。怀护卫，你是来找我喝酒的吧？啊？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喝酒，给你留着呢。你一定有很多心事要跟我说吧？文贵，你今天到底对公主说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公主？公主她是乌孙的右夫人，昆弥的妻子，关我什么事？不要跟我装疯卖傻！你到底跟公主说了什么？